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是下跌，但是发现链上数据超级大户是在偷偷的买入。那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以及狗狗币昨天交易群上面再一次提醒0.23是支撑。反正我是再开了狗狗币一笔多单，现在山寨币的多单我都快有一点记不住到底有几笔了。那等下来分享狗狗币，感觉有一个上升三角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用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几天的视频，照例最近是一直在先聊这个狗狗币哦。狗狗币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上升三角？其实2、3天之前，狗狗币当时跌到接近0.22左右的时候，它这个上升趋势线有可能还是一个收敛三角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不排除它也是一个收敛三角，就是这几个高点的位置。狗狗币短期这个位置，我感觉它是面临一个突破的窗口，或者是我们来看之前的一些例子。比如说，狗狗币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，其实当时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盘整区间。那我们看一下几个低点的位置，一个低点、2个低点、3个低点，也是一个上升三角。如果把这几个高点看作一个压力区，而且我们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上升三角面临突破的位置，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盘整区间，它同样是挖了一个坑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爆发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，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低点、2个低点、3个低点。像这种低点不断抬高，或者是高点却在一条平行线上的上升三角的结构，按以往的经验，大概率价格就是要往上涨。所以这个位置，不管我们是看收敛三角，或者是狗狗币，完全有可能它就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。而且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盘整区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很像当时的这个盘整区，挖坑以后价格上涨，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挖坑以后价格上涨。而且我们配合，也就是箱体理论，它这个箱体既然下去是一个挖坑，或者是之前在交易群上面0.215判断了几次，但是最终是略微只跌了1%、2%，价格现在上来有利润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反正去观察，像这种箱体理论，它挖坑价格能回到这个箱体的区间，那这个高点不会是最终的高点，或者是按上升三角的理论，反正前面几次狗狗币都是爆发，我是相信后面应该会有更大的利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，包括昨天成长组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，也是有朋友，后面会有更大的利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群上，成长组昨天在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，也是在提醒狗狗币短期的支撑可以移到这一个0.23，包括这个交易的小组，这个里面是不能聊天啊，因为很多重要的观点，如果一聊天的话，就怕有些朋友看不到。昨天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提醒，短期狗狗币的支撑是在0.23，包括我们看一下前天的时候，或者是当时鲍威尔全面转割的时候，盘中异动也是及时通知很多朋友，或者是可以去追加这一个 AVAX。昨天这个 AVAX 是继续大涨了5%，或者是昨天也是有提醒朋友们，如果有这一档的利润，我的观点是你可以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，然后去赌它的大长线。这些记录反正我是都没有编辑过，有编辑过的话，像这一个会显示已编辑，或者是包括之前狗狗币在0.215的时候判断也不准，但是最终方向还是给我往上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有些朋友又担心比特币上面确实是有一点压力哦，比如从这个高点它是有一个空头的吞噬，或者是价格跌下来，然后这一根上涨，涨到接近这个盘整的区间，短期又开始有压力，包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的，这个箱体低点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中线的支撑，大约是在116000美金。然后昨天它是价格略微有一点把这个位置给跌破，
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弱对待啊，或者是今天这一个链上数据救不了了，因为最近持有100枚以上，有可能一天转出，一天又转入，它到底是不是在换仓配置一部分山寨币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超级大户的数据啊，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一段比特币下跌的时候，超级大户的数据，它是一直在偷偷的买入，买了接近3万枚的比特币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既然超级大户都在偷偷的买入比特币，那我们身为散户，我的观点是不要跟这一些巨鲸或者是超级资金对着干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不要去看空比特币，或者是不然也可以观察比特币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盘着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次如果把这个线全部给它关掉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低，低点更低，有没有发现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，它这个位置的柱状，红色的柱状是低点更高啊，所以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背离的位置，也就是很像当时这个箱体的区间，低点更低，挖坑的位置下方的这个红色的 MACD 柱状，低点更高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后面价格是上涨？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日线的 KD 指标，目前它是在黄金交叉。黄金交叉的位置，你要去看空比特币，或者是现在价格跌下来，我的观点是不至于去看空比特币啊，有可能超短线的一个支撑是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整个中线的支撑。不要去看116000美金，可能还是就是这个箱体的低点112000美金。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继续盘着？你如果要去看空比特币，那其他的山寨币都不用做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昨天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以太坊超短线目前也可以把支撑移到就是前面的这个高点4580附近。不过这个支撑先不观察哦，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就是以太坊自2022年1000美金带粉丝朋友们抄底以来，到现在其实连10倍都还没有涨到。如果你来币圈不是为了10倍的上涨，我的观点是你不要来币圈啊，你还不如去其他的市场。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，1000美金以太坊没有到1万美金之前，反正我是不会卖出。那至于短线，不然就观察这个4350附近前面这个高点以及这几根蜡烛高点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短期盘整一段时间，后面以太坊可能就会继续上涨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